Deaf President Now 立即任命聋人校长。没错，本期是一期原则上来讲影评。各位好，我是 Spike， 欢迎来到我的2025年5月份的 GAADG 的全球无障碍日或者全球无障碍月的系列节目啊。不出意外的话，这期应该是最后一期了。我们之前更新了2期啊，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翻看一下。一期呢，主要是跟大家聊了未来在 Apple 产品当中会有哪些新的无障碍功能的加持。第2期呢，是聊了一下现在已经拥有的无障碍功能，特别是在 iPhone 上可以适合所有人的。那么今天这期呢，就完全自私自利的从我个人的感受和经历出发，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年2025年我通过看这一部 Apple TV Plus 的新上的纪录片电影，题目就是 Deaf President Now，中文翻译是立即任命聋人校长的一些观后感。当然了，这里面我个人认为是完全不包括剧透的啊，只是看完了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个人感受，特别想联系一下中国。那么首先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影片的背景啊，它是一部纪录片，记录的是什么呢？纪录片记录的是1988年3月，在美国华盛顿区有一家聋人专门的大学，那这家大学呢只收聋人，而且当年是美国的唯一一家聋人大学。那这个大学的名字叫做加劳德特大学。那这个大学呢，在88年的3月举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活动啊，而这个活动呢，它直接推动了几年后美国颁布残疾人法案，也就是 ADA。而在之后的几年当中，这个运动几乎影响到了全球大部分的发达国家，来去制定相关的法案，推行残疾人的平权。所以这次的运动不但在聋人领域，更是在残疾人领域，甚至在黑人，包括同性恋、LGBT 少数人群体，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所以也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部这部其实挺无聊的，跟比如说漫威的那种是吧，其实挺无聊的，但是如果你真的看进去的话，它对你心灵产生的震撼，如果你价值观是对的，价值观也不能说有对错吧，就如果你的价值观也是赞同平权的，那么这部电影我就更加的强烈的推荐大家看一看了啊。本期节目没有剧透，放心。主要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以及我个人看完之后的感受啊，以这个为主啊。那么从这个电影的技术角度啊，它也是利用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拍摄手法。那如果大家看的话呀，我也推荐大家特意的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电影的特别之处。很少有电影会在中间去插播一些无声的画面，完全无声的画面，而这部电影做到了。当然也是因为它介绍的主要是聋人的原因嘛，所以它也是算一个新的技术吧。这个技术我们叫 Deaf Point of View 啊，聋人视角，这是一个拍摄电影的技术啊。意思就是我通过一些拍摄的科技手段，让听人啊，以下我把跟聋人对应的听力健全的人简称为听人啊。让听人能够通过这些特殊的这个拍摄技术手段啊，去或多或少的啊，去体验到聋人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影片当中很多就使用了完全静音的画面，它可能只拍一个人的嘴在动啊，很多时候就是一个采访一位聋人的手语的这个画面，完全静音的啊，这种大胆的电影创作，其实在很多电影当中是，我认为很多导演其实都不敢用的啊。不信你看一下，只要电影一开始，这个你耳朵里面一直会灌声音的，很少有完全没有声音的片段。而这部影片非常经常，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聋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那除此之外呢，这个 Deaf Point of View 这个聋人视角的模式，它还利用了很多低沉的音频技术，
这个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大家没有办法在直接观感觉得到啊，因为他在配乐的时候，他会刻意用一些低频的声音。这些低频的声音其实就是聋人或者听力障碍的人能够感受到的一部分听人能够感受到的声音的样子。所以其实这部片子当你欣赏完了之后，除了它的内容表达以外，艺术表达以外，在它的技术上，电影拍摄的技术上，其实大家也可以稍微做一下留意啊。那直接关于电影相关的话题，我想就先跟大家聊这么多。接下来我就聊我的感受了。我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对我最大的一个认知的提升，来源于2个英文单词啊，一个叫 audition， 一个叫 oration 啊。翻译过来呢就是聋人歧视和口语主义。聋人歧视比较大一点，它是一个覆盖面比较大的一个词汇吧，叫 audition。这个英文词缀是 ISM 呢，就有什么什么主义啊，什么什么固定思维啊，就这种意思啊。那么 audition 其实就是聋人歧视的意思，它是普遍的，只要你想表达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或者一个群体，它是歧视聋人的，那么你就可以用 audition。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歧视，它都可以涵盖到里面去。而这部影片当中特意描述的一件事儿呢，其实是 oration。那这个叫口语主义，这个是我从影片当中首次学到的，之前我还真没有留意这方面的内容啊。那什么叫口语主义呢？可能它的中文翻译有很多种啊，那大家如果想精确的话，就看这个英文原文去查找相关的资料，我相信会更准确一点。它的意思是说，对于比如说一个人类的小孩刚刚降生之后，我们通过听力筛查呀之类的判断他是一个聋人了。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对这个孩子进行教育？有2种方式，一种是口语主义，就是我们这个新的单词 oration， 口语主义。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与之对应的手语。那大家知道聋哑人一般都是用手语的啊，可能是如果是听力障碍的话，他能听到一点声音，但是不像听人那么的完整听到的声音啊，那他可以通过人工耳蜗或者是助听器来去放大这个声音，然后让他还能够尽量的多听到一些声音。那还有一部分就是还有一部分就是聋人，就是什么科技现在目前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那就只能利用这个手语来进行交流。所以我不知道的是，在蛮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包括美国在就是这次运动之前，1988年之前，在家庭、学校、社会都是推行的是口语主义，也就是说，学校跟家庭会致力于让这个聋人的孩子去学口语，因为聋人他是会说话的，他不是不会说话。我们说聋哑人，其实他不是真的哑，而是因为一个人如果他听不到之后，他就很难正确的发音了。就像为什么大家看这个演唱会上的这个唱歌的这个歌星，他都会戴一个耳机，对不对？那个耳机呢，早年我无知的时候以为那个是提词器啊，就里面有个人告诉他你下一句别忘词儿该是什么，其实不是，那个叫耳返。那也就是说，他需要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他需要通过这个耳机来实时的听到自己唱歌的声音，这样他才知道自己的音准不准，唱的对不对，是跑调了还是没跑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没有站过舞台的人你没办法理解的。我们正常就是像我现在录节目这种环境，在家里或者在任何地方去唱歌，你没有必要用耳返，因为空间比较小，你直接就能够通过你的嘴骨传导直接听到了。但是在比如说100人、1000人甚至万人的演唱会，那么大的舞台，你的声音完全是通过话筒和音箱扩音器扩出去的。那这种时候其实你是很难直接听到自己的声音的，那一定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耳机听到自己的发音之后，那么你才能够去不断的校正。那一个完全健全的听人歌手在演唱会的舞台上尚且如此，需要用这些设备。那你想想看，一个刚刚出生的什么都不会的，不光是不会说话，刚刚出生的婴儿什么都不会，那么这个时候你让他在失去听力的情况下去学习语言，将是一个多么难的事情。
所以聋哑人之所以在我们中文的环境当中联系在一起，是因为现象大家看到的是这样的，聋人他说话都不是那么的清楚，甚至不会说话，但其实他的发音并没有问题，只不过听和说完全是拧在一起的，像麻花一样，你没有办法把它单独剥离开来的，没有听你就没有办法准确的说。那这就是说，为什么口语主义是属于 autism， 是属于聋人歧视的一部分，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听人如果是去不遗余力的推行让聋人去学习口语的话，这个其实就是歧视。这个是我之前在看这个影片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因为你让一个聋人学习口语，学习说话，对他们来讲，它的难度所带来的挫败感是让他没有办法学会口语的。在影片当中有一个小的情节说，就是这些学口语被强迫学口语的聋人，有一次在舞台上给台下的家长学生嘛，小学生应该是啊，给家长演一部舞台剧，他们全都是用口音，他们以后发音这个器官发音没问题嘛啊，演剧让大家在下面也鼓掌啊怎么样？但是演完了之后，他下来问他的家长或者问这些观众说：“刚才我们说的什么？你们听懂了吗？”他们都反馈完全没听懂。所以这种无谓的坚持啊，学校机构还有家庭无谓的坚持，让聋人一定要去学口语，然后他听不到怎么办呢？读唇语。听呢是靠眼睛来取代的，但是读唇语的准确率只有20%到30%就算高的了。而你让一个聋人说口语的话呢，其实他因为没有听力，他没有办法校准，他再努力，他收到的只能是更多的歧视跟拒绝，这个大门是关闭的。所以口语主义是完全的属于聋人歧视的一部分，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发现这个孩子是聋人以后，就从小教他用手语。而手语，这也是我第一次通过这个影片才意识到，它是一门语言，像英语、德语、法语一样，手语是跟他们划等号的，也是一种语言。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让聋人去学习手语，通过2到3年的时间，熟练的掌握聋人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手语，这样呢，他就会跟听人用语言交流一样，拥有自己的社交圈，他就不会自卑，不会有被歧视的感觉，他也会有朋友，他也可以正常的、非常像听人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一样，用手语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永远不用忌惮说我说过这句话发音准不准呢？对不对呀？他们能不能听懂？永远没有这种忌惮，这才是真正的对听人的平权。而再进一步的话，我们应该倡导社会更多的去配备手语翻译，而鼓励更多的听人去学习手语，或多或少的。那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平权，让整个人类社会往更健康的方向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吧。所以这个是我看到这部影片之后受到的一个教育的部分，我也分享给各位啊。那美国正因为有了这次运动之后，现在的美国早已不是这样，包括之后我会跟大家聊到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也是基于美国的这个运动的启发而产生的一些变革，推动的一些法案的变革。那这个我觉得这是把这个运动拍成一部纪录片，是完全可以让大家挑大拇指的一件事情。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我查找的数据啊。我觉得看到这些数据之后，是让我眼眶湿润的啊。那接下来我分享一下这些数据，可能字有点小，但是没关系，我会尽量的读给大家。那这些国家的对应的年代跟法案的生成，推动这些国家的残疾人的平权，全都是因为受到了这个 Deaf President Now 运动的启发。所以这个运动虽然是发自于美国唯一的一所聋人学校的一次抗议，只是想让他们学校自己换一个校长而已啊，但是它引发的媒体关注和舆论的风波其实是席卷了全球的，不仅推动了90年美国的立法，而
间接的还推动了，比如说澳大利亚的残疾人歧视法案 DDA 是在1992年源于聋人社区对抗议口语主义和缺乏手语翻译的斗争，它促进了澳大利亚手语的官方认可，增强了聋人的社交圈和健康。所以你看，美国的手语叫 ASL， 这个是官方认可的语言，美国的语言之一。那么澳大利亚也开始立法认可澳大利亚手语成为官方的语言，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英国呢，2010年修改了这个平等法案，它是继承了英国1955年的残疾人歧视法案的。英国的聋人社区通过 See Hear 就是看听运动，那也是一个这个跟美国的这个Deaf President Now 运动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自发于草根的这样一个运动啊，争取英国手语 BSL 翻译和字幕类似于加劳德特抗议的文化自豪诉求，这是英国。加拿大2019年无障碍加拿大法案受到聋人抗议的推动，确保美国手语 ASL 和魁北克手语 LSQ 在公共服务中的使用，扩大了聋人社交网络。日本无障碍法2011年因日本聋人联盟的抗议而加强了日本手语 JSL 的地位，反对强制口语教育。南非促进平等与防止不公平歧视法案2000年与南非手语 SASL 的宪法认可，源于聋人社区对抗议教育的斗争。全球范围来看，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这个简称叫 CRPD， 2006年受 ADA 也就是美国的残疾人歧视法案的这个影响，明确承认手语为合法语言，激励全球聋人社区的权利运动。所以你看，这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小的运动它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这么大的这个实质性的浪潮，直接推动了整个地球人类对于残疾人对于少数群体的平权提高到政府法律的层面，而手语被这些国家都认可成为了官方语言，让这个聋人也可以用自己熟练的就是熟悉的表达方式，熟练的就是自如的表达自己。那以上这些呢，也是我从网络上搜集的一些资料那我相信大家如果愿意的话，还能找到更多比我这里更全的一些资料。那我之所以放到这边呢，其实与其是希望大家知道这些文字的内容，不如说烘托一下节目的氛围让大家知道哇，这个爆炸的涟漪，这个余震还是挺厉害的那接下来最后一部分呢，我就想聚焦到中国，因为毕竟我是简体中文的节目嘛，所以也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那也结合这期节目的一些感受，去聊一聊中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那也是我通过一些搜集有一些数据，那准与不准呢，来源于网络，那重点是呢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简体中文语言人数最多的这一片地儿这一片地区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那首先呢，中国呢是有2780万，大约2780万这个听障和聋人加在一起的听障和聋人加在一起的。那这个数字呢，大约占中国人口的2%。那这个如果大家还没有具体的概念的话呢，有一个明确的数字是，这个数字是全球最大的聋人群体了这也不意外，因为中国的人口最多嘛，所以你的聋人也是全球最多，这个也不意外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你们身边有没有遇到过聋人
啊。如果说你在整个自己的成长生活当中，身边都基本上没有怎么见到聋人或者残疾人呢，那我觉得留个心眼儿，这个是有点问题的啊。那我刚才分享了那么多国家都因为美国的这次事件推行了平权的这些法案，承认了手语是官方语言。那中国在这个法案这方面进行的怎么样呢？其实中国在1990年就颁布了残疾人保障法了啊，这个时间还是蛮早的啊，就是早于很多的国家了，基本上跟美国是同步的啊。但是呢，从颁布了这个法律以来，那各位如果是生活在中国，那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认可我在网上搜集到的这些事情吧啊。第一个是公共场所手语翻译覆盖率还是非常低的，是不是？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是的。我基本上在公共场所，除了 Apple Store 以外，没有看到什么手语翻译啊。这个是我自己的啊，我不代表所有人，只是提供给大家看，去看看是不是。其次呢，电视节目的字幕普及率也仅约20%。那当然，这个数据可能是2000几年左右的数据吧，不是最新的2025年的数据啊。而且现在中国的这个观看的体验也都转向网络了啊，那这个呢，大家就看吧，反正这是我查到的一个数据，分享给各位而已啊。重要的是呢，立法进展。中国立法虽然推动的比较早，但是这个立法的进展呢，它更多的是依赖政府和残联的推动，而并非草根运动。那像这个原因呢，我想就不在这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去探讨了啊。但是我们想探讨的一个观点是，为什么把这个事儿说出来？由政府跟残联推动和由草根推动，它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比较偏向于哪一个呢？所以这个呢，我想也作为一个节目当中的问题吧啊。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想表达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去表达你自己的看法吧。那我就不在节目当中更多的去表达跟这个影评或者观后感没有太大关系的话题了啊。那其次呢，就是我们中国的手语怎么样？那中国的手语呢，其实是有官方手语的。中国官方手语呢是起源于北方手语啊，也有一个英文缩写叫 CSL， 跟美国的 ASL 啊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其实中国呢还有一个上海手语，所以说中国的手语跟加拿大有点类似啊，它也是分这个不同的帮派的啊，就是有这个不同的语境，它其实不同的手语之间翻译其实是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场景，手语跟手语之间的翻译也是存在的啊。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我查到的信息啊，我不知道现在的，但是我查到的信息是在中国手语还并没有被承认成为是官方的语言，还没有承认啊，官方没有承认这个是一个官方的语言。而聋人的社交圈呢，在中国也经常是局限于本地的社区和家庭范围之内。它并没有说在全国范围之内有一个通行的手语，这个官方承认的官方手语的语言，然后在所有的中国聋人当中去推行，然后能够在全国范围之内，聋人都能有一个交流。那这个目前还是没有看到。那其次呢，对于这个口语教育唇语和发音，包括人工耳蜗。这个在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查到的资料是2001年天津的这个聋病学校啊，你看注意它的名字叫聋病学校，这个引入了 CSL 教学，也就是北方就叫中国手语啊，北方手语为基础的这个中国手语引入了，但是呢，这个全国聋病学校仍然以口语为主。并不是说在聋病学校里面都是用这个 CSL 手语的，他教学的时候还是以语言为主，就是以这个口语为主啊。那而且呢，教学的内容相对简单，更多的像是这个治疗聋病的这种相关的口语教育，而并不是像我们说其他的一些学校一样，比如说你来到这个聋人大学，其实你学的科目、你学的内容，其实跟听人的大学是基本一样的。他教你还是那种
各种学科、不同的专业，还是教这个。但是我们这个龙茗学校虽然引入了 CSL， 然后而且呢，仍然以口语为主，只是引入了手语而已，并且呢，在口语课程当中也缺乏手语翻译。而更重要的是呢，在这个学校他教的课程跟健全人的这个听人的学校还不一样啊，它是专门好像以治病救人为目的的这些课程啊。那另一方面呢，对于政府来讲，政府是非常积极的去推动这个人工耳蜗，也非常积极的去推动新生儿听力筛查。这个因为我也在中国生过孩子嘛，我非常清楚啊。就小孩子，不但从刚刚出生的时候有数次的听力筛查，而且在上了幼儿园以后，每年或者每学期也会有这个强制的听力筛查啊。这个会到幼儿园里来给你做，做不过之后，你还要到这个三甲医院的去做，要去开这个听力筛查通过的这个单子才可以的啊，才允许你继续上这个幼儿园的。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政府还是花了很大的力气的啊，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推动科技去解决这个聋人的问题。人工耳蜗嘛，需要科研嘛。然后这个另一方面呢，也花很大的力气去做这个新生儿的听力筛查。但是与此同时呢，也并没有认可这个手语为官方的语言啊，所以我个人查到的资料呢，仍旧认为目前在中国地区普遍的还是希望让聋人能够，我们用一个聋人家长的这个心态啊，来去给大家去描述这段话，就是聋人家长普遍在中国的聋人家长还是希望我的这个聋人孩子呢，如果上到街上去啦啊。别人不经意间是看不出来我们这孩子是聋人的。你比如说我如果教这个孩子从小装人工耳蜗，放助听器，用头发挡住，然后也会一点读唇，那最起码他去买个奶茶，这种简单的多少钱，他读唇读出来，看看菜单，顺利的完成买奶茶这个过程之后，这个卖奶茶的收银员他是能够没发现这个人竟然是一个聋人，这个就是目前中国的聋人家长非常希望做的事情了。大胆的自黑一下，如果是我的家长，他们应该也都是这样想的啊。那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或者是相同意见，激起了你的表达欲望，也欢迎各位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去留言啊，表达一下你是怎么看目前国内的这种情况。那以上这些呢，就是我的观后感，以及我搜索到的、查找到的一些资料，包括我学习到的一些新的知识点，跟大家的一些分享和汇报。不是因为刻意的去隐晦什么，而是因为我自认为啊，我引掉的那些内容，特别是聊我们中国的这个聋人面临的这种现状的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在这期节目当中去聊的啊，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数据、每一个点，其实都是可以开一个节目的系列去探讨了啊。而这个又不是我们频道所擅长的方向，你要真的让我开一个频道去聊呢，那实在抱歉，没那个能力啊。想不想聊是另一回事。更重要的是，目前没那个能力去聊，因为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各方面，还不够，才疏学浅还不够。所以呢，以上呢做个结语吧，这个就是2025年的5月份，我个人对 GADG 的全世界无障碍宣传日的回应啊，我做了3期的节目，那也对应一下 Apple 的价值观，致敬一下我工作了13年的工作单位 Apple Store 啊，也可以说是职业病吧，因为如果是一个没有在 Apple Store 工作经历的人，突然下海去做自媒体的话，应该不会想到这个月份一定要做这个话题。你可以理解成职业病啊，职业病，不好意思啊，大家跟着我受牵连了，大家跟着我受苦了，不好意思啊，但没办法，谁让是自媒体呢？自媒体就是我咋想我就咋说嘛，结尾的时候任性一下啊，所以今年的 G 的这个是我给这个世界做出的一点点
改变啊，我不敢妄言说这个改变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借由我最喜欢的这个 CEO 的一句话 ，Tim Cook 的一句话啊，这个让我们努力让这个世界比我们刚刚发现它的时候更好一点。那肯定是我希望这个世界往我希望更好的一面去发展了。所以希望这3期节目聊的 GEAD 啊，世界无障碍生产日能够给大家一些触动，给大家一些灵感，给大家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最后一部分。因为如果你因为看了我的节目，能够自己再去延展阅读，并且加入到你的社交圈的茶余饭后的谈资的话题当中去的话，那么这个我想就是我的功德无量了。好了，那本期节目就跟大家聊这么多，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如果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呢，也可以考虑我们的频道会员。目前开通了人民币会员啊，专门提供给在中国付款不方便的用户。通过 Discord， 如果这个想知道方法的话，可以搜索一下我频道过往的帖子，以及专门做过一期这个人民币会员的直播，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招募过程当中啊。如果喜欢我随便侃大山呢，我们的会员节目为你准备了这个不敢说一片海洋和一片江河湖泊吧，反正准备了1浴缸的水啊，湿漉漉的等你去泡着啊，期待你们的光临啊，期待大家的加入。那我们今天先聊这么多，我们下期再见。